大家好，我是曾明老师。今天我们来给大家分享我们的8款刘海的裁剪方式。那么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款刘海呢是个8字刘海。那么剪刘海大家首先要知道，我们在头发上我们怎么样去标准分这个刘海。很多人知道大概是哪个点到哪个点，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它不完全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顾客，我们的可能头上的发量啊长度啊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头型的长度跟发量都不同。我们现在呢要以这个每一个人的头型来分，所以我们首先来教大家一招分刘海的通用方法。好，首先在头顶的位置分出一条划分线，这个呢从中心到后呢在这个头顶的位置，然后这个总长的一个你的头顶的位置的长度，把它分成3份，大概是，那么分成3份，1/3的头发我们是往后梳，这样呢我们在吹干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这么去吹，这个头发就会后高前低。然后我们再看大概1/3的头发呢就往两边梳，好，这样往后梳1/3，往两边梳1/3，这个头型你看上面它自然是不是就有点像放射分份，我们后面走后走，两边向侧走，然后呢剩下1/3的头发我就往哪里走，是不是就往前走了？所以这样就很明显，那你的刘海的位置在哪个位置，是不是大概就1/3前面这个位置？所以这个方法呢重复给大家讲一遍，把所有的头顶的长度分出来，1/3走后走，1/3走两边走，剩下1/3走前面。然后这样吹的时候的方式也是非常好吹，你直接把前面的看到的1/3的头发呢分出来，待会我们去吹头发呢也是吹这1/3，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去分的一个刘海的标准的区域。好，我们现在把它分出来。在生活当中，我们正脸的宽度一般就是在眉峰左右，所以不会去超过眉峰很多。如果你去分刘海超过了眉峰很多的刘海，那基本上都是分的时候剪我们就会剪到侧脸的一个位置上去了。好，我们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头模上去分的话，我们可能头模的比例稍微的话比真人的小一点点，所以说我们看起来可能会比真人的宽。好，所以在真人上我们分的位置呢尽量分在眉峰的一个位置就好了。好，我们现在呢把所有的我们看到的这个刘海分出来。好，我们今天这个呢是8大刘海里面的8字刘海，所以我们的量呢稍微看起来你会多一点，因为太少了你去做出来的效果是不好看的，所以我们分的量呢会多一点点。整个头发是在正脸的位置，我们侧面还可以去加副刘海。好，首先8字刘海呢我们要做到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最简单的就是统一长度。我们知道8字刘海的长度呢我们一定要超于下巴才好看，你短于下巴的话，我们剪过去两边的弧度就修饰不到什么脸颊，所以说我们首先整体把它的长度呢定一个位。我们在剪客人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用到这个方法，我们用这个方法呢是最简单最实用，以现场为主的。好，我们首先把所有的头发聚在一起所有的头发好聚在一起之后，我们把这个长度定好，好，就一刀把这个长度定好，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长度。然后我们现在定好这个长度以外，就是我们外轮廓的长度。我们现在来从中间分开要去剪这个头发。好，分开以后我们是8字刘海一边一半那么左右两边都有一半。那么在中间的最顶上的这个位置中间的最顶上这个位置我们是不是中分开？好，最顶上这个位置取一束头发来做什么？做引导。为什么我们做引导不取最下面这束头发？很多同学不会理解，老师你去下面中间这个位置的头发不是更好吗？为什么不取这里？因为取这里我们一拉角度剪，那么会把我们的刘海呢上面这层剪得更短，所以我们取这种刘海的位置一定要取最上面的这层，大家理解没有？取最上面的这层做引导，所以说你定好长度之后就不会再短了，不然的话你取最下面的定好长度之后上面会层次更短，那结果就不是最好的。好，我们现在呢表面上这个头发拉出来，定的长度是从下巴或者是嘴角的位置定好这个长度开始我们把长度定好了。一般在真人上下巴嘴角的位置是最佳的，长度是下面超过下巴，你可以定的长一点短一点，根据脸型的长度去调整这两边。好，现在我们长度定好了，这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重点。好，定好长度之后是在最顶上，所以左右两边呢可以做引导。那我们先剪哪一边都可以，先剪左还是右都行。然后我们教大家一个技巧，我们这头发上面分出来是不是有点三角形？左右是不是各一边这里有个三角，对不对？
就是左右的边上最过去的这个点分路的这条线，我们把左边拉到右边这个点，右边拉到左边这个点，这个叫定点的交叉去剪。而且我们中间的是不是这条线定好不变？所以这个时候最简单逻辑、最简单的剪法，谁剪出来这个刘海都很漂亮。所以教大家这个方法。好，首先我们把这边的分出来，好，我们先剪左边这边的，把左边的头发整个梳起来。你角度越低，剪的越重；角度高一点，剪的就会稍微轻一点。所以我们把整个头发梳起来。我们这个方向呢，把梳子是往发根的位置平的梳，然后提起角度来。我们找到我们刚刚剪的这个引导线，看到没有？这个引导线拉的这个位置是对准这边的这个转角的这个线，就也是这个点。等下我们右边就拉到这个点。我们现在左边的头发是不是拉到右边的这个点？就是头发呢最边上的这一个划分线的点。好，拉过来以后，我们提起角度，把多余的这个角看到没有？剪掉。我们顶上的这个长度跟最边上的这个长度连起来剪掉就可以了。那么现在看到手上的剪掉是不是只是一个斜的刀口？但是我们放过去，它就是一个八字形的刘海了。好，那么我们剪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最粗糙的一个结果，直接拉到相反的方向定点剪完一刀，这个效果就出来了。那这个是大家看到的粗糙的一个效果，我们还没有通过去修饰去调整，这就一刀完成了。所以我们在最短的这个地方呢，也就是最上面这个点定的长度，大家不要太短，短于嘴角以上呢，你分过来就到颧骨了，所以我们尽量留的长一点，效果会更加自然。好，我们左边剪完了，右边用同样的方法，我们把右边的头发拉到左边这个转角上去啊，拉到左边这个转角上去。这个呢，我们用个夹子把这边夹起来，大家会看得更整齐干净一些，是吧？好 ，OK。那么我们把右边的头发呢，同样的用梳子梳到根部的头发，梳干净，拉到右边的这个转角点上，就拉到右边的这个梳头发的边沿的位置对齐啊，好吧？一定要平行的梳出来，这样左右两边的角度一样啊，修剪的方式一样。那我们出来的结果才是一样。好，一刀剪齐它，那么出来的结果呢，又是一刀看得平的，然后放过去就是个斜的。好，那么放在手上，大家看，整个剪完之后放回手上呢，大家又看到是不是又出来了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这就八字刘海，又简单又快速，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非常好用。在现场的话就很难把它剪坏或者是不对称，对吧？大家可以多去研究它2遍，多剪几次，你会发现不同的长度用这个方法都好用。好，我们这个八字刘海呢，左右两边我们已经剪完，我放到前面看一个粗糙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个刘海去做一下修饰。那么修饰这个刘海呢，也是非常的关键。很多人修饰这个刘海，你去把用胖胖剪去修饰呢，很容易把这个刘海修得很毛躁，你去烫的效果不好。如果要烫，那我们只用到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大家通用型的，你修饰完烫也可以，或者直接吹出来的效果也可以。我们主要最重要的是把发尾这个效果要修的它比较柔和，往后飘的感觉，然后有点层次感，线条也可以出来。尾部的位置呢，多余的它自然就可以往前走。所以我们用到的剪刀呢，会是我们的这个无痕剪刀，去量不要超过20%以上。所以我们用了20%的无痕剪刀，我们去做一个修饰。好，我们从左至右，我们全部把它分下来，可以一片一片啊。我们抓起来，我们在发尾的位置提起角度来，尽可能的在发尾的位置去把这个头发呢去柔和一遍。柔和的位置呢，我们不需要柔和的太多，在发尾的1/3去柔和就好了。柔和的时候大家记住啊，我们一定要把它梳的整齐干净。柔和的时候剪刀口是进斜的，我们这样呢把整个头发的发尾呢柔和的更加自然啊，进斜的。好，那么梳出来的时候，尾部的位置呢，它比刚刚更轻柔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分成大概3、4片的样子啊，去把它柔和掉，抓起来很均匀的啊。柔和的过程当中，角度可以慢慢往下降，其实就在修发尾的这个位置均匀好，我们一层一层一片一片往前走就好了。这个呢其实注重的就是心细就好了。好，把它梳出来以后，你看这个整个尾部的效果啊，打柔了。好 ，OK， 继续下一片。表面上的头发呢，我们可以去做防曲线的方式来达到有线条的一个效果，不要用这个胖胖剪随便去划，或者是这个翘剪。那么划多了，这个头发呢，整个效果它会很因为那种线条划出来是胖胖剪或者是
翘剪划出来线条呢，它属于比较硬的线条，没有我们去用无痕剪做的这个线条这么柔所以说我们做完的整个效果，它可能就会偏向于破坏性的结构，太硬的线条，这种很容易就造成我们后期头发太过于毛躁所以我们刀口太硬就不行。好，现在我把底下是不是四周的柔和一下，然后抓起来，把表面1/3的这个头发呢，我们去做一个内结构的一个防曲线的去角，把里面这个角呢去掉一些。我们这个无痕剪刀去角，它不会把所有的头发去掉，是吧？你看到没有？但是呢，它只是反过来，你看把内角去掉了一下。如果我们用到其他的翘剪或帕玛剪，一削把里面所有的削掉了，我们只是把它里面柔一点，外面呢长一点，做的一个更加轻柔的一个效果。我们一吹，它会有流向的感觉就可以了。为了达到我们这种很轻柔的效果，大家一定要多去注意看，我们修饰的位置呢不要修空了，能达到效果就可以了一定要均匀为主。所以修刘海的头发呢，不是要修掉多少，而是要均匀，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个道理好，我们修均匀了，这个刘海呢就可以去吹干它。好，这样一修，大家看是不是比刚刚来说，这个刘海的位置是不是均匀多了？现在看，那多余的头发呢，它可以往前一梳就走过来了。所以这个刘海的方式呢，大家去处理要比较用心、细腻一点去处理，这出来的结果也会非常的好。好，这个刘海通过我们去修饰，大家可以看得到，它现在变得比刚刚是不是更加轻柔、更加自然的一个效果两边。那么这个就是针对型，我们修完之后可以去烫，也可以直接去保留这个效果的一个感觉。如果大家想把这个刘海做得更加轻盈尾部，也可以提起来高角度把它上面去个角。那么我们这个今天就没有去角。如果去角呢，大家可以横向抓起来在顶上去，也可以单独的发片拉起来去多余的上面那层的角，也可以把它等腰三角形拉到中间，把多余的角去掉，那就会中间的头发比较短，两边的逐渐会延长。那么根据需求自己去角，不是所有的这个八字刘海的效果都要去角。如果针对型大家想烫出来比较好的情况下，建议大家就这样修好之后就可以去烫了，不要再去角。如果我们去完角之后你再去烫的话，这个发尾的位置呢可能会有造成毛躁的效果，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你自己要什么效果去控制什么样的感觉，我们把这个呢方式都已经讲到位了。接下来我把它吹干来给大家看整体的一个效果。好，我们现在把所有的头发呢拉在手上，放到梳子，然后呢平行这个我们发根的一个位置平行，然后把它去带一个弧度出来，不要这么高的角度，特高越高的角度呢顶的根上会越蓬松，所以我们稍微低一点的角度去带出这个弧度来就好了，把所有的头发去带这个弧度。你想要越蓬松，我们就带的越高，对吧？你想要越自然，我们就带的越低。你看带完之后，这个弧度是不是就出来了一个弧形？大家看是吧？那么弧形就出来了，你看它的这个形状，那么左右两边都是一样的你带完之后，你看整个弧形它就出来了。所以我们首先往上面提拉，去产生一个大的抛弧线，把这个抛弧线吹出来，然后我们再去吹它往左右两边走就可以。好，吹好之后，我们把头发呢大概去分成两份，大概从中间的位置。好，我们大概分成两份，然后现在来吹。好，高角度的去吹。首先要把头发呢，这时候角度提高。梳子放成纵向面，轻轻的降低往后去走，这样就出来了。那这个八字刘海你吹的时候，想要越蓬松，我们角度越高。好，梳子放进去，斜斜的，好，放成纵向面。好，吹的时候呢，角度由高慢慢往下低走，这个弧度，你看到没有？然后它就往边上走的这个弧度非常大。其实你多余的呢一放，它也会往前走，是吧？所以不一定你这样吹它就不会往前走，很多人呢以为往前走还要使劲再带一遍，其实不需要的我再示范一下。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风嘴一定要我们受力一定要对着我就不开风，我给大家去试一下。好，那么角度首先放进去平的，然后呢转一点点这个偏向于斜线。好，然后进风，这个时候吹的时候角度抬高，然后慢慢往下降低，然后往后带着走，这个弧度自然就出来了。当你吹得越好的时候，这个尾部呢随便一弯，它多余的就可以往前走。这其实就是一个
斜位摆位啊，然后慢慢恢复直的，降低角度往后走的一个效果。你吹的两边的弧度是一样的啊。好，梳子摆位摆成是这样，然后进去斜斜的，好，转弯走，其实就跟着这个画了一个半弧形的原理啊，画了一个半弧形，把风的阻力吹对位置就好。好，然后再试一遍，好，吹上去，提高，好，直的，降低角度，慢慢往后走，啊，这个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左右两边的形呢吹出来，你看一放它都可以往前走的这个效果。啊，我们手去捞，你看它已经很轻盈了，这头发是不是啊？因为我们刚刚这种修饰方法呢，它就是属于比较轻盈化的一个效果。你看，用手去捞，用梳子去梳，效果都很好。好，然后再把尾部往下走，到时候顾客无论是披是扎，这个效果都很好。好，这个是已经第二步完成。第一步把它吹干，中间不要分路啊。现在第二步已经完成了，我们吹出弧度往后走。我们现在来吹第三步啊。第三步呢，吹哪里？是吹中间发根的一个位置。第三步，大家把风力呢一定不要调那么大，记住啊，不要调那么大。然后呢，把所有的头发吹好的往上吹，在中间这个位置分路的地方呢，我们把它看到没有？它在中间分的时候吹，然后用风嘴朝上，在这个分路的地方呢压一压，扫一扫。好，我们去压的时候，尽量记住，我们去压的时候不要用平的风嘴，因为我这样去扫上去，我去压，这两边会很开，就很难看。所以我们这样的风嘴呢，把多余的风往上跑了，这样去吹出来的效果呢，你看这个效果就会非常自然啊。我们压的越厉害，压的越厉害，这个形状出来越自然。你看这个就是想看你要不要压多厉害的，是吧？你看我压的越少，它出来就越自然。我如果压的越多，保留的越久时间，它就吹来的越厉害。所以我们分成这3个步骤去吹这个刘海的效果是非常自然。好，我们现在呢基本上把这个侧面的位置一片就吹出来，大家可以看这个效果啊。好，通过3步，第一步吹干向前，不要分路。好，第二步我们吹起来，用梳子呢吹出一个弧度啊，记住没有？吹出个弧度，然后往两边的时候分开来带一下，带出它的流向往两边走。好，第3步的位置大家看，就是把发根的位置呢顶起来一点。好，通过这3步一到位的话，我们一梳，你看这头发是不是出来了？多余的尾部我们就往下走。我们这两边的位置呢，我们吹干，按照刚刚这3步做出来的效果就达到了这个感觉。尾部其实不用多余的再往前去吹，如果你的尾部呢它无法过来，那你就再可以吹弯一点。其实你把这个弧度吹大一点，它多余的尾巴那就可以往前走。好，我们现在呢来打一点东西，让它整个感觉就变得不一样了。抹精油或者抹这些形状的时候，你抹的不均匀呢，就怕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所以抹刘海的位置呢，它是一个比较小的区域，大家手上的量啊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不能太多。你太多的话，抹上去会很油啊，出来的感觉呢就不够自然。所以我们尽量的话抹少一点点，让它的感觉到了就可以了。整个要均匀啊，就是我们产生的线条感到了就可以了。好，我们抹完之后呢，两个尾巴可以向前拉一拉，然后我们用梳子呢把它梳一下，看一下整个效果。梳的越开越均匀呢，效果是越好看的。对啊，梳的越均匀，效果越好看。基本上的脸型呢都合适，不一定说固定要什么脸型。OK， 那么这款刘海呢，我们今天就修剪完成。它整个刘海出来的效果呢，随便一吹一带，然后我们看到整个型就出来了。那这个刘海呢，无论我们是在生活当中去烫，还是直接剪完吹出来，各种脸型都适合去烫。这就是8字刘海。好，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分享8款刘海里面的其他的刘海。那么今天这款刘海呢，我们就分享完成，下一个与大家见面。